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结婚这么多年，他什么事都和我对着干。我很多事情最后还是顺着他的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还是对我不满意。自从去年做完手术，他变得越来越不上进，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现在2个孩子还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希望他能多理解理解我，别再因为这些事跟我吵架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钱先生37岁，来自河南工人；严女士35岁，来自河南无业。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今天是谁要来这个节目的？是我要来这个节目的。来这节目干嘛？去年他得了那个腰间盘突出，他总是不上进，就感觉自己没用了那种。哦，是来激励老公的是吧？嗯，对，我说的他什么都不听我的。我也不是不听他的，像去年我刚做了手术，才1个多月，他都让我去当保安，医生都说了最少休息1年到半年，这最少得半年，他2个月的让我去。当保安问题是他也不累啊，他就跟休息是一样的。当保安跟休息一样啊？也不用干活嘛，他就坐在那里啊。所以说我就想就全当休养了，让他去一下。所以您今天来的目的，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是希望老公能上进，是这意思吧？对对对。你们俩结婚多少年？结婚15年。15年了。孩子多大？2个儿子，大儿子13岁，小儿子8岁了。您的资料上面说您无业，什么意思？我就是干兼职，跟人家打扫卫生，干小时工。就这么说，您给家里挣钱吗？也挣一点，反正挣的少嘛。家里的主要收入。哦，现在还在工地干呢。对。那你妻子希望你做啥呀？让我回老家那边跟着我表姐夫学木工。为啥不去学木工呢？学木工不是3天2天能学会的啊。再说刚学的时候有没有工资还不好说。哦。家里边还要开销嘛，有小孩有老人。所以在你的心里觉得他给你指的那条路并不是一条好路，或者叫不现实，是这意思吗？对，不现实。去学徒有工资吗？就是他家亲戚嘛，他肯定也会给一点。有工资吗？我也不确定有没有，就是他学了，就是打一个长远的计划，就是想着是这样子的。所以也有可能是没有工资的啊，是吧？那么如果他去做了木工活之后，他没有工资的话，这个家里面怎么生活？我就是出去也可以挣啊，我就是挣点零花钱，反正慢慢就干。我意思是说他在家里干，我也可以帮着干一点。所以你是想要一个长远的规划，是吧？对对对。你们俩为这个事儿夫妻争执过吗？争执过，他不听嘛，就是一直还是到外面去。
所以他现在跟您是个分居状态，是这意思吗？对对对，他在外面。哦。所以说我就是一直打零工嘛，2个孩子在家里面，他爷爷带。你们都不带吗？问题是他现在不回老家，我肯定也要在外面。我在北京。那你们俩这两地分居可够远的。嗯。哎，你娘家对你现在和你先生的这种生活状况是个什么看法呀？什么看法？我也没跟他们说过什么。因为我娘家不是亲生妈妈，就是养母嘛。因为这种事情跟他们说，就怕他们说我，就是当初不让你跟他愿意，你非要跟他愿意。您刚才说到了，您是养母，是您父亲带着您再娶的是吧？再婚了。不是这样子，因为就是小时候亲生父母把我送给姑姑养了。过继到姑姑家了。对，所以说这种事情我感觉就是没必要跟他说，跟他说我怕他们又说我，他就是脾气倔，就是老是不听你的，你非要跟他愿意，就说我就怕是这样子。当时你和先生是自由恋爱吗？是没人介绍的。你看中他了？我就觉得他就是挺老实，我就跟他愿意了。没想到他是这种人。所以您看上的先生的老实是吧？对对对。结果嫁过去之后，你发现他还老实吗？就是老实是老实，但是他老实的太过度了。就是我们刚结婚那一会儿，然后我们2个就是出去打工，过年回家了，然后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他妈妈了，1分都不留，就这种的。嗯。所以说我感觉他就是实在的就跟个傻子似的。有的时候我也把钱借给我妈，还不是因为没结婚之前盖房子，加上结婚借的钱外债太多了，我也是想着把钱早点还完嘛。你家里那也没必要，就是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我就想着，就是说你过年要送礼物啊，走亲戚啊，要买衣服啊什么的，不是他就是一点都不留。这不都算旧账了吗？是啊，就是因为旧账，所以说真的让人感觉很讨厌的这种啊，就是自己没有一点主见都没有，我就说的。你现在不是可以做主了吗？我还是做不了他的主啊，叫他找个活他就不愿意干，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想让他在家里面就是学个技术，可以长期的在家里，我也可以帮助他就是干那个活因为他的腰痛嘛，我也挺心疼他的。可是您心疼他，您还让人手术1个月之后就当保安啊？因为当保安他就是那种跟休养差不多嘛，因为他也不干重活嘛，不搬东西。他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那医生都说了，多休息了一段时间肯定好一点嘛。他说你是不上进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我不同意。行，来给你夫人打个分，满分10分。我给他打5分。呀，都不及格呀！6分是及格，为什么只打5分呢？我上外地打工，他老是让我回家嘛，我回家还能挣什么钱嘛？就是他比较理想主义哈。还有什么呢？这是不满意，扣1分。还有什么地方扣分呢？反正扣分的地方有些好多都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你说呀，我又没说不让你说。这是说不满意，我可以改啊，以后。行，满分10分，给先生打个分。我也是给他打5分。为什么5分？因为他就是老是就是没有一点主见，让他干啥他就不愿意干。听你的就叫有主见是吗？我觉得是这样子。必须得听您的才叫有主见是吧？我就感觉他就给我没有希望。听起来拉拉杂杂，其实你把主线穿在一起，你会发现，这大概是人世间比较难的一种情感，比较复杂的情感。用他的话来表述是，他没有主见，他不听我的，对吧？其实从我看到的角度，就是对生活的无力感。你觉得你的生活是没有办法把控的，打小被自己的父母过继给了自己的姑姑，你没有办法把控，对吧？对。小的时候人生没法把控。好不容易觉得自己挑了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嫁了吧，结果你发现那不听你的，嫁过去之后你由婆婆来把控，我媳妇熬成了婆，结果我发现我还是不能把控我的人生，所以他的冲突完全是来自于内心的，又不能表达出来，这让这个男人怎么理解嘛？所以这个男人看到就是老婆不停地给自己提一些无理要求吧，对，是吧？这个要求你觉得完全不现实，学技术谁给我钱？没有钱怎么生活？老婆说我去打工，他打工那些钱养活了你们爷儿4个吗？养不了。你看，这就是冲突。让老师们帮你们分析分析，好不好？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听到最后，核心的矛盾点在于，是不是要回家学木工？但实际上呢，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是要解决女士的心理问题。你一直在讲，第一，
你的先生不上进。我想问你，什么叫上进？一个月挣多少钱叫上进？你觉得？我觉得就7、8千吧，然后他就是有时候好，7、8千一个月叫上进。您现在打工，您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4、5千。？4、5千。那我现在跟你讲一下，你现在在做小时工嘛，对吗？嗯。住家的阿姨，工资可以到6千。嗯。育儿嫂、月嫂，你可以去考个证，进行培训以后，可以8000到15000。我刚才的这个规划叫不叫上进？您为什么不去？因为我也学过，但是我的身体不好，也不能熬夜。讲到重点了，您的身体不好，您先生的身体好吗？您先生的腰椎间盘突出，我给你普及一下，我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没办法去根儿，就一阵儿一阵儿犯，犯的时候就平躺，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所以我经常录影的时候，我都会问你们节目坐着的、站着的，并不是说坐着就对腰更好，而是我可以歪着，站着的话我站不住。您刚才讲的是他去做保安，这他在养啊，保安不需要站着吗？保安一天要站多少个小时？他有时候也站，有时候也坐。对，坐着站着都不行，就应该躺着。病犯了的时候，遵医嘱说躺半年，您2个月就让他去。您刚才身体不好，你做不了月嫂，他身体不好，他就一定得出去1个月挣7、8千吗？将心比心，健康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收入。这就是我讲的，如果我自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我就不应该同样的去要求其他人。你把不上进3个字送给他，那按照我刚才的逻辑，我也可以说你不够上进，但其实是吗？他不是有客观条件限制吗？我们要从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阅历、自己的客观情况出发，然后再去讨论上进还是不上进。所以你先生不上进的这个问题没有存在啊，我觉得他为了这个家一直多年在外面打工，把钱寄回来。可是我主要是还是想让他在家里面学。好，这是第2个问题，你主要想让他在家里面学，是您从小的人生经历，我读起来一直是处于配角的这样的位置。事实上，在姑妈家庭当中的孩子，我相信您一定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个。不是。嫁到婆婆家以后，一样的，在家庭成员当中，您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个，所以从小到大都没有掌握过话语权。现在好不容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我说话你还不听，矛盾在这儿。你就能不能听我一句？我让你往东你就往东，我让你往西你就往西呢？这才是您的心结。您要解了这个心结，我们的幸福感才会更强。所以你们要解决的是爱情的问题吗？是婚姻问题吗？不是，我觉得是你自己思想和观念的问题。很多的事情是需要跟他商量的，他这么大的年纪了，也不是不懂事儿的人。你们要寻找到协商到一个更适合你们夫妻双方、更适合彼此身体状况的一个解决方案，并不是说回家学木工一定不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尊重他的想法，也让自己彻底的放下，不是说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明白吗？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我们不谈工作，我们谈谈情感。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如果当时主持人让先打分的是你的话，对你们之间的感情打分啊，你打几分？我们的感情吧，只能打8分嘛。8分是吧？跟我想的差不多，至少一定是及格的。而恰恰男生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坚定的说5分，不及格。而你是顺着他说，那我也打5分。这就是感情上的问题。你以为你们之间仅仅是这种工作不上进、不听话的问题吗？不是。其实你们之间是感情上没有任何的交流。你自以为你们的感情还很牢固，你自以为自己感情还及格，并且能拿到8分这么高呢。而恰恰你对面这个男人，你的老公，他抱怨你的是什么？你根本就不关心我。这是问题的关键点。
你关注错了方向了，导致所有的问题都不会达成一致。你看看你也出来了，他也在外地，孩子交给了公公，你们这个家庭是支离破碎。你还在这儿不知道哪儿发生问题，还在说你应该听我的，你应该挣得更多，拜托，他怎么可能听你的？你又不是他的妈妈。如果是你真正的去爱他，关心他的身体，考虑他实际的这种内心的感受的情况的话，他一定会听你的，明白吗？你对他缺少关心。但是男生你知道吗？你老婆其实她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但她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她是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就比如说，她说我要你在家里，明白吗？那么家庭现在的关系是错位的。你现在这个家庭，孩子也不在身边，老婆也不在身边，你过什么日子呢？多关注关注老婆的关心所在，好吗？谈了感情之后再谈事业，就这样。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一定要做对方的主？为什么他一定要听你的？为什么你的建议就一定是对的？为什么你的建议提出来之后，别人不听就不行？为什么？我就不明白。我主要是你怎么能保证他回去做了木工，你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只不过就是因为他随了你的愿而已。你要的不是说他干嘛，你要的是他随你的愿。所以换一个工作或者换一个都可以，但是这种执念为什么就一直在你心中？因为你这些年在嫁进他们家的日子过得不舒坦，你觉得她一直偏向婆婆，一直听她妈妈的，对你不好，所以这都是你这么多年积累来的心结。到现在婆婆离世3年，你就非得要把她这个东西掰过来，除了嫌弃、抱怨、不满，你对她没有一丁点儿的作为妻子要尽到的责任。那你觉得她身在外地，人能回得来吗？就算有一天真的被你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回来了，心回得来吗？我跟你说，不是你一个人有执念，他也有执念，他心里面也有心结，他也会想这么多年你对我妈妈不好，这都是过往的一些经历造成了今天每个人心里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积怨，但这就是生活的真谛。两个人在一起，彼此会嫌弃对方，彼此心中对对方有抱怨是一定的，但是如果非要想一个办法把这种抱怨给他报复出去的话，那这日子一定过不好。你们俩现在就是对抗，你让我回来吧，哎，我偏不回来。两个人真的把这种对抗的关系放下，放下执念，你想要的才能出现。所以不要再纠结那些过往的那些林林总总，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到了现在，我们就往前看。你越逼他，反而他越不听你的。把你心中那些过往的心结过去就过去吧。男士也一样，听明白我刚才说的了吗？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你老婆这样穿好看吗？我一般人他不看她这样穿。哦，你平时喜欢看她穿的朴素一点是吧？对。但我问的是这样好看吗？好看。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她这样看？因为你觉得她穿成这样不像你老婆。对。是这意思吧？对。你平时不这么穿吧？这么穿很少。是因为今天来上节目，所以才穿成这样？其实一直就想做主，一直以来被抱养，所以你总感觉自己不像一家人。不像一家人，就好像被抛弃了一样。对，然后一直想要有自己的家。对。一直想做这个新家里的主人和公主，对吧？你看你今天穿的就像一个公主嘛。但有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说，就是你是做一个家的主更幸福呢，还是融入进来成为这个家庭成员，渴望这个家庭的温暖更幸福？我认为后者更幸福。什么？渴望有家庭的温暖就更幸福。对啊，我觉得那婆婆对你应该不会太差。就是因为那次流产，他们非让我生那个孩子。我知道，就是有一些事情啊，不能完全说按你的想法那么顺利。但事实上你自己互相比较而言，在婆家其实挺好的，但哪个家庭都会有矛盾。
都不能完全按照你的心意那么顺遂。所以你不能说我来到婆家，大家都应该顺着我的意思来。其实不是做不做木工的问题，也不是上进不上进的问题，而是你想做别人脑海里的主，你想成为所有人心里面最重要的位置，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么想过来，你想你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你有2儿子，挺幸福的。挣多少钱是为了幸福感，大家共同努力是为了幸福感，而幸福感最主要的基础是什么？不是钱，不是谁做主，是什么？是和谐，是大家齐心协力，大家互相关心，这是最大的幸福感。所以你们彼此做好自己每个家庭成员的角色的本分，把和谐先搞好。事实上，你现在作为新家的主人做的就不怎么好。公公一个人在家里种地，你们俩出来干活，2个孩子还扔给公公，你这女主人就当得不好，明白吗？先做好自己的本分，再去想所谓的致富，和谐最重要。就这样。你觉得生活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爱情。缺爱情吗？这是他缺的吗？你觉得生活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和谐。啊，和谐。所以你看，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渴求的是爱情，他渴求的是所谓和谐，就关系好嘛。说白了，就处理关系能处理得好嘛。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人生都是有一个原点的。为什么混乱？我自己理解，想要的太多。你要的多不多呀？你拥有大多数女人拥有的东西，但是你不珍惜，所以你的先生会说我要爱情，因为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关怀，所以你说的话在他那儿是无力的。给他爱，而不是去争一个家庭主导权。你也要注意了哦，好老公不是光挣钱哦，还应该学会疼老婆。记住一点，别看别人家老公挣多少钱了，那都不重要。别看别人家日子过成什么样，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慢慢来吧。接下来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在过去，日子虽然过得很辛苦，你还是陪我走了过来。那些事情的背后都离不开你对这个家默默的付出。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们聚少离多，也是为了你和孩子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也想回家，也要看你和孩子还有老父亲，但是我还需要多挣几年钱。你愿意给我一点时间，等我几年吗？以后的日子还长，需要我们共同坚持走下去，好吗？行，不会说我写下来就不乱了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来，我们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我就知道那是爱。来，我跟你说，就这2部，这个婚姻的状态就看得特别清楚了。2个人都想好，但是各走各的。你不观察一下他怎么走吗？他当老婆的不看看老公是从哪儿走的吗？还听你的话，回家好好磨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各位，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